真的以為自己了解霍爾木茲海峽嗎？在各大媒體的頭條裡，它被簡化為一個令人窒息的地緣政治坐標，一個掌控着全球經濟命脈的咽喉。這是一條極其狹窄的水道，連接着波斯灣與阿曼灣。在它最緊湊的地方，兩岸的距離僅僅只有33公里。然而，正是這個微小的缺口，每天承載着全球約1/5的原油消費量，以及全球20%的液化天然氣運輸。它是支撐現代工業文明運轉的超級大動脈。但是，請暫時忘掉那些關於戰爭、封鎖和原油的刻板印象。讓我們把鏡頭拉得更近一些，在這片被政治張力籠罩的水域背後，隱藏着一個鮮為人知的真實世界。這裡不是一片冰冷的軍事緩衝區，相反，這裡是一座地球歷史的永恆博物館。在這裡，岩岩構成的山脈如彩虹般破土而出，深紅色的粘土峽谷宛如火星表面，直墜入深藍色的波斯灣。這裡的文明之所以能夠延續，並非因為大自然的慷慨恩賜，而是因為人類與生物在這裡學會了將殘酷的生存環境升華為一種極致的生存藝術。今天我們將潛入這片湛藍與赤紅交織的水域，探索格什姆島、霍爾木茲島及其周邊的極端生態。你將看到生命是如何在這片因適應環境而非資源豐饒的土地上，構築出這個星球上最堅韌卻也最脆弱的奇蹟。在海峽的東端，漂浮着一顆被地質運動打翻了的調色盤——霍爾木茲島。這不僅僅是一座島嶼，它是地球內部力量的一次華麗展示。地質學家將其稱為岩穹頂。在大約5億年的時間裡，深埋在地下的岩層由於密度較低、浮力較大，在巨大的壓力下像液体一樣向上流動，最終冲破了上覆的沉积岩層，到達地表。在上升的過程中，這些岩層裹挟了粘土、碳酸鹽、页岩以及富含鐵元素的火山岩。正是这些高達15%的赤鐵礦和氧化鐵，將島上的土壤和周圍的沙灘染成了觸目驚心的血紅色。在這裡，紅色不僅僅是視覺上的震撼，它更是生活的一部分。當地人將這種被稱為 Gelek 的紅色覆鐵泥土作為香料，混入一種名為 Surik 的醬料中。涂抹在傳統的 Tomshy 烤餅上使用，這使得霍爾木茲島成為了世界上極少數擁有可食用山脈的地方。如果說霍爾木茲島是色彩的極致，那麼它西邊的格什姆島，中東唯一的联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則是侵蚀藝術的巔峰。在這片廣袤的荒野中，隱藏着一處距今已有200萬年新生代時期的歷史奇觀。當地人使用古老的方言稱它為 Estala Kafta， 意思是隕落之星。古老的傳說認為，曾有一顆巨大的星辰從天而降，砸碎了這片大地，飞濺的沙石凝固成了今天這些詭異的砂岩柱。當夜幕降臨，強勁的季風穿過這些峽谷的縫隙，發出鬼魅般的呼嘯。當地人曾深信這是精靈和幽靈在谷中遊蕩，但科學給出了另一個同樣迷人的解釋。
千萬年来，暴雨、季節性河流与狂風像无形的手術刀一樣，不斷切割和剝蝕這些鬆軟的沉積岩，最終雕刻出了這片宛如火星表面的壯麗迷宮。在這片地質奇觀的環抱中，波斯灣的水域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演化試驗場。這裡是地球上最熱的海洋之一，夏季水面溫度經常飆升至36攝氏度以上。鹽度更是遠超大洋平均水平，高達45 PSU。对於世界上絕大多數海洋生物來說，這樣的溫度足以引發珊瑚的大規模白化和死亡。然而，在霍爾木茲海峽的水下，卻繁衍着世界上最堅韌的珊瑚礁系統。科學家們通過基因研究發現，波斯灣的珊瑚及其體内的共生藻類，在千萬年的極端環境逼迫下，已經演化出了獨特的耐熱基因突變。它們不僅是在這片沸騰之海中勉強生存，它们更是在向整個科學界展示地球生命在面對未來全球氣候變暖時可能擁有的適應極限。而在海水與陸地交界的地方，生長着波斯灣最偉大的鹽水煉金術士。哈拉紅樹林生物圈保護區，在格什姆島這片占地800多平方公里的紅樹林，是荒漠海岸線上唯一的巨型生命綠洲。這裡的樹木必須面對一個致命的矛盾，它們需要吸收水分，但周圍只有能殺死大多數植物的濃縮鹽水。它們的生存策略充滿了壯烈的進化智慧。這種被稱為白骨壤的紅樹，利用根系的滲透壓系統，將大部分鹽分強行阻擋在體外，而對於那些不可避免進入體內的多餘鹽分，它們發展出了一種極端的排鹽與犧牲機制。樹木會將鹽分集中輸送到葉片背面的特殊腺體中析出，或者將鹽分儲存在特定的犧牲葉上。當這片葉子因鹽分過載而枯萎掉落時，整棵樹便排除了毒素，獲得了新生。這些紅樹林不僅僅是植物，它們是整個海灣生態系統的超級孵化器與育嬰房。錯綜複雜的根系為超過700種魚類提供了躲避高溫的避難所，為瀕危的綠海龜、玳瑁和儒艮提供了覓食地，也為每年跨越大陸遷徙的數百萬只候鳥築起了不可替代的生命屏障。面對極端的氣候，人類並沒有退縮，而是選擇了與自然進行一場跨越千年的智慧對話。在這裡，夏季氣溫經常突破50攝氏度，炎熱是常態，而冷氣是奢侈品。在電力和現代空調發明之前的幾個世紀，伊朗人發明了世界上最偉大的被動式降溫系統風塔。在格什姆島的拉夫特古村以及對岸的阿巴斯港，這些方形的風塔構成了獨特的天際線。它們不是單純的裝飾，而是精密的空氣動力學機器。風塔通常四面開，有百葉窗式的通風口，無論微風從哪個方向吹來，都能被精準捕捉。並順着內部的豎井結構強行壓入室內。為了達到極致的降溫效果，風塔的底部通常連接着地下蓄水池。當乾熱的空氣穿過水面，水分蒸發，吸收了大量的熱量，原本致命的熱浪瞬間化作涼爽的穿堂風，讓室內溫度奇蹟般的下降8到10攝氏度。在這片土地上，比涼風更珍貴的是淡水。波斯人是天生的守水人。在拉夫特村旁邊的歷史遺跡納德里城堡腳下，坐落着著名的塔拉水井系統。
幾百年前，當地人在堅硬的片岩中人工開鑿了366口水井。這個數字正好對應着閏年中的每一天。每天，村民們只開啟和使用1口井的水，為了確保水質純淨且不滲漏。井底塗滿了特制的灰泥石膏，一種由粘土、石灰、灰燼以及極具韌性的蘆葦種子混合而成的超級防水材料。同樣的智慧也體現在格什姆島西北部的查庫峽谷中。這個被譽為中東大峽谷的奇觀，由強烈的雨水沖刷和岩穹頂的背斜構造斷裂共同塑造。在峽谷最深、最陰涼的底部，島民們開鑿了一系列相連的淺井和引水槽，用來收集1年中極其罕見的暴雨徑流。扎庫在當地語言中正是山中之井的意思。在這裡，每一滴水都被精打細算，每一縷風都被完美馴服。這就是文明面對嚴酷自然時的最高生存美學。霍爾木茲海峽不僅是现代能源的通道，它更是人類航海史的一塊活化石。在格什姆岛的古兰村，空氣中彌漫着木屑、海鹽和椰子油的混合氣味。這裡保留着波斯灣最古老的造船藝術，手工建造傳統的木質帆船，這是一種龐大、堅固的木船。400年來，它們承載着波斯灣的商貿、漁業以及危險的採珠傳奇。當你站在這座2-3層樓高的龐然大物面前，最讓你震撼的不是它的體積，而是它誕生的過程。在這裡，沒有任何設計圖紙，也沒有精密的工程計算。整艘船的每一道弧線，每一塊木板的咬合角度，全都裝在造船大師的記憶裡。他們憑借着世代相傳的直覺和手感，在木頭上傾注着靈魂。為了讓木船能夠抵禦高鹽度海水的侵蚀，工匠們至今仍在使用一種名為Kalfata Kubi的古老防水技艺。他们将棉条在芝麻油和椰子油中浸泡，然後用锋利的工具和木錘死死地塞進船體木板的縫隙中。這是一項極其艱苦的體力活，伴隨着50度的高溫和汗水，每一錘都敲打着歷史的回音。然而，這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手藝，正在現代化的疾風中漸漸消亡。便宜、輕便且易於維護的現代玻璃鋼船，正在無情地取代傳統的木質欄井。年輕人不再願意忍受造船廠的酷熱和微薄的薪水，紛紛離開村莊尋找新的出路。曾經，古蘭村的幾乎每一個人都與造船業息息相關，而今天，只有少數幾位滿頭銀髮的巨匠，還在為了保護這份尊嚴而繼續揮舞木錘。當最後一位大師老去，隨之沉沒的將是整個波斯灣長達幾個世紀的海洋記憶。
在這條狹長的水域裡，流傳着獨特的文化密碼。波斯灣強烈的陽光在海面上反射，產生極高的紫外線輻射。面具最初的作用是保護女性在長期戶外勞動中免受皮膚灼傷和眼部疾病。隨着世代更迭，它演变成了一套複雜的身份密碼面具的顏色、形狀和刺繡圖案，無聲地向外界宣告着佩戴者的婚姻狀況、家族血統和地域淵源。如果你走在海峽沿岸的村落裡，最引人注目的视觉符号是當地女性佩戴的波尔卡面具。这種由深金色、古藍色和深紅色织物或皮革制成的結構化面具，遮住了鼻梁和眼眶，卻不是為了壓抑。在西方視角的誤解中，它常被視為宗教約束的象徵。但實際上，它的起源完全是環境驅動的生存科技。除了獨特的着裝，海峽的懸崖邊還掙扎着一種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聲音。在阿曼一側最險峻的穆桑代姆半島尖端，隱藏着一個名為庫姆扎爾的孤立漁村。這裡沒有公路與外界相連，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船。在這裡生活着大約4000名居民，他們使用着一種被語言學家視為奇蹟的語言——庫姆扎里語。作為阿拉伯半島上唯一存活的印欧語系伊朗語族語言，庫姆扎里語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文化混血兒。它的語法框架基於古波斯語，但卻在漫長的歷史中吸收了阿拉伯語、葡萄牙語、印地語甚至英語的詞彙。這是一種由貿易和征服者留下的化石記錄。村名的由來 Kamzar 在阿拉伯語中意為有多少人來拜訪過，完美地詮釋了這裡曾是各路水手和商人的避風港。由於極端的夏季高溫，庫姆扎爾村保留着一項古老的傳統。每年夏天，幾乎全村人都會集體登船，遷徙到附近的城市海塞卜，去採摘屬於他們家族的椰棗，直到秋天涼爽後再返回。然而，面對現代教育和阿拉伯語的強勢同化，這種目前被聯合國列為嚴重瀕危的語言，正在年輕一代的舌尖上漸漸消散。這些正在消亡的音節，其實是這片水域曾經作為世界貿易中心的最後遺跡。早在现代超級郵輪出現之前，這裡曾誕生過一個無比輝煌的海洋帝國——霍爾木茲王國。在公元11世紀建立後，這個沒有龐大陸軍，也沒有廣袤農田的王國，在14世紀初，為了躲避蒙古人的劫掠，由統治者巴哈烏德·丁阿亞茲帶領，將整個首都遷往了今天沒有淡水的賈倫島，就是現在的霍爾木茲島。憑借着扼守海峽的絕對優勢，他們向所有過往的商船徵收關稅，積累了驚人的財富，
成為了連接印度洋、美索不達米亞和遠東的絕對樞紐，繁華招致了貪婪。1507年，葡萄牙帝國海軍將領阿方索德·阿爾布克爾克帶着坚船利炮闖入海灣，通過血腥的屠殺占領了霍爾木茲。建立起高耸的海上堡壘，垄斷了香料貿易，直到100多年後的1622年，波斯萨法维帝国的阿巴斯大帝在英國东印度公司的海上支援下，才将這片水域重新奪回。這條33公里寬的海峽，見證了帝國的崛起與崩塌。無論你是揮舞彎刀的古代海盜，還是駕駛核潛艇的現代霸主，誰掌握了這裡，誰就扼住了東西方文明的咽喉。這就是霍爾木茲，它絕非你印象中那個只有地緣政治博弈和化石能源的刻板標籤，它是一個由千萬年的地質變遷、嚴酷的環境挑戰以及人類無盡的貪婪與智慧共同揉捏而成的鮮活而痛苦的生態系統。今天，這片古老的水域正面臨着前所未有的生存考驗。波斯灣是一個平均深度只有35米左右的半封閉淺海，海水完全置換一次需要3到5年。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一旦懸在海峽上空的衝突引信被點燃，或者那每天穿梭的數千萬桶原油發生嚴重洩漏，這片極度脆弱的淺海將徹底失去自淨能力。有毒的石油不仅会杀死海面上的飞鳥，更會迅速沉澱，悶死海底的珊瑚礁。到那時，毀滅的將不僅僅是全球的能源供應鏈，那片在極高溫下苦苦演化的耐熱珊瑚礁，那些用生命過濾着鹽分的哈拉紅樹林，那些瀕臨失傳的造船技藝，以及那些用古老方言講述着星辰與大海的庫姆扎里島民，都將被黑色的污垢永遠抹去。更可怕的是，海峽兩岸有着超過1億人完全依賴海水淡化廠生存。一旦這片水域被毒化，失去的不僅是財富，更是數千萬人的飲用水和生命。霍尔木茲海峽，這條世界上最繁忙的能源走廊，也是這個星球上最脆弱的生命栖息地。在這裡，全球性的大國博弈與本土化的生存現實，正以一種近乎悲壯的姿態交匯融合。当世界只關心這裡的郵輪是否暢通時，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和生靈卻在默默地承受着現代文明運轉帶來的全部代價。無論人類的野心有多大，在這片赤紅色的土地和深藍色的海水面前，我們都必須學會敬畏。因為這條海峽的命運早已不再僅僅關乎於油箱裡的燃料，它關乎於這片土地上一切關於美的記憶與生存的尊嚴。